在这样的雨天开车时，很多司机朋友都会把雨刷开到最大，但即便说把雨刷开到最大，我们看前方的视线依然非常的差，特别是左右后镜也挂满了水珠，左右后方的视线也根本看不清楚，这样咱们雨天开车时就极其容易发生危险。那么接下来暴弟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我们雨天开车遇到这种特殊情况时正确处理的方法，新手掌握以后对你日后开车上路肯定有帮助。首先第一个，雨天开车尤其是遇到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关闭车上这个自动启停功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不封口的圆圈里边有个 A， 很多朋友总是分不清楚他们是打开还是关闭。记住，这个灯不亮是开启，咱们按一下灯亮了就表示启停功能给关闭了。为什么暴弟建议大家关闭这个启停功能呢？因为我们雨天开车一旦不小心陷入水坑熄火的话，启停功能可能会导致二次打火，一旦二次打火就会让发动机进水，发动机进水可能说就直接报废了，维修成本非常高，并且因为二次打火造成的损伤，保险公司是不赔偿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查询一下。所以说雨天开车上车第一件事一定要把这个启停功能给关闭。第二，雨天开车我们这个后镜特别容易挂水珠，导致咱们看后方的路况根本看不清楚，想要变道呢不敢变道，盲目的去变道会非常的危险。想要解决其实呢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一般家用车上都有一个后视镜加热功能，不知道老铁们知道不知道但很多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去用，大家看一下这个标志就是后视镜加热，咱们把这个按钮切换到这个加热上以后，咱们后视镜稍等片刻就会发热，发热以后就是说不会再挂那么多的水珠了。但是呢有些车型可能说没有这个独立后视镜加热按钮，也就导致了很多朋友他找不到这个按钮在哪儿，那有可能是集成在了咱们后挡风玻璃储物按键上。平时咱们可以把这个后挡风玻璃加热给打开，等几分钟用手摸一下看看是不是发热，发热就说明咱们有这个功能，遇到雨天开车就可以打开它了。那如果说你车上的确没有后视镜加热这个功能那也没关系，暴弟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暴弟之前在视频中经常建议大家在车上拿一块这样的香皂，对不对？咱们拿开香皂以后呢，把香皂掏出来，在咱们后镜上大家来看一下，就像我这种情况在这个后镜上这样来回的均匀的刮擦几下，把它给涂抹均匀涂抹均匀以后，咱们准备一块干毛巾，记住一定要是一块干毛巾，然后呢把咱们后镜上面这些香皂给它涂抹均匀。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把这个后镜给洗干净，而是说利用这个香皂上面它特殊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一个润滑疏水性，对不对？让我们的这个后镜也赋予这个润滑性，这样咱们雨天开车后镜上就不容易挂那么多的水珠了。包括咱们的车窗玻璃一样，车窗玻璃上一样会挂水珠，咱们一样按照这个方法这样刮它几下，然后呢用这个毛巾把它给涂抹均匀。涂抹均匀以后，咱们雨天开车这个车窗玻璃包括咱们的后镜就不容易挂水珠了，开车就会增加你行驶的安全性，对不对？这样咱们开车更加的安全。接下来第三个，雨天开车很多时候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路面湿滑，所以咱们一定要确保车上这个稳定系统是打开的状态，就是一个汽车轮胎打滑的标志按钮，咱们千万不要乱按，它默认是开启的状态。那如果说我们在仪表盘上看到这个标志，那就说明可能你不小心按到了，把它给关闭了，或者说你这台车的稳定系统出现了故障，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及时去维修，因为车子失去稳定系统以后，雨天开车更容易打滑和侧翻。第四，雨天开车很多人只知道开雨刷，开2档太慢，开3档又觉得太快。其实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雨刷拨杆，这里有一些比较小的调节按钮，它就是咱们雨刮器微调模式。具体怎么用呢？比如说你开2档慢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微调模式在2档上面往上加一点，你这个小按钮拨一下就是 2.1 档，再拨一下就是 2.2 档，咱们越加这个档位也就越高。咱们可以把这个微调模式给调大一些，调到你觉得适合的位置，这样开车雨天更加的安全。第五，雨天开车车窗玻璃最容易起雾，那如何快速除雾呢？咱们首先要搞明白玻璃为啥会起雾，是因为我们车内温度比较热，而车外空气比较冷而形成的。这样咱们车外冷车内热，这些冷气和热气在玻璃上相遇以后，就会凝结成小水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雾气。所以除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降低车内外的温差，这才是最关键的。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车外的湿度都是小于车内的，所以想要除雾，首先要开启外循环，让车内的空气进入车内，把车内的湿气给排出去。随后呢，再打开这个 AC， 再打开前挡风玻璃除雾功能，就是这个扇形的标志。这样吹会儿风以后，就会快速的把玻璃上的雾气给吹干。
玻璃上的雾气消失以后，咱们再把风量给调小，让它吹着玻璃，打开小风吹玻璃，玻璃啊就不会说再有雾气了。第六，在雨天开车，如果说遇到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咱们记住一定要打开雾灯，而不是双闪。大家来看一下啊，此刻暴地是打开双闪的状态，对不对？现在暴地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说啊不是打开双闪，而是说打开雾灯？第一个原因，雾灯的穿透力比双闪更强啊，可以更好的提醒后方的车辆。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啊，咱们这个双闪开启以后，很多老铁可能说都不知道啊，咱们双闪打开以后，你的转向灯会失灵。现在大家看一下，双闪打开了，对不对？我上车把这个转向灯可以打开，我就打开左转向灯，我们看看转向灯会不会失灵。好，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拨杆往下按一下，它是不是就是左转向灯呢？我把它现在给按下。好，我们到车后去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车头前方，大家看一下，现在依然是双闪的状态，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说不知道双闪灯的这个机制尤其那些车龄比较长的老车，你打开双闪以后，你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速度比较快，能见度比较低，对不对？你想要变道，就像这种情况，也许这辆车它已经打了转向灯，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还是双闪灯，因为这个双闪灯会盖过这个转向灯，所以我们在高速上，如果说你打开双闪，能见度比较低的雨天去开车是非常危险的。你以为你打开了转向灯，但实际外边的车辆看着你还是双闪灯，对不对？并没有打开转向灯，所以我们雨天开车，第一个不要打开双闪灯，这样很容易让后方的车辆发现不了你变道的动机所以我们雨天开车要打开雾灯，雾灯不仅仅比双闪灯的穿透力更强，而且呢，它会更好的提醒远方的车辆，因为雾灯它有一个穿透力，即便说能见度比较低离老远也能看到。现在暴地我们先到后方看一下没有打开这个雾灯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对不对？这是双闪灯。现在暴地上车打开雾灯给您看一下想要打开雾灯呢，暴地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想要打开雾灯，我们必须要是这个前照灯，比如说大灯开启的状态下，先打开这个大灯，再打开这个像章鱼一样的标志。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雾灯怎么打开，它像一个章鱼一样的标志，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标志，我们按下以后，雾灯也就打开了。现在呢，我们到车后去看一下这个雾灯的一个效果。老铁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雾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雾灯它这个红灯特别的明，对不对？这就是它穿透力好的一个效果。我们隔得老远也许说有雾天，能见度比较低，你这个黄色的双闪灯它发现不了，但是呢，这个红灯这个雾灯穿透力比较强，它后方的车辆老远就可以看到。所以咱们雨天开车，记住不要打开双闪，不要滥用双闪。很有可能你打开双闪，你是好意，想要提醒其他的车辆让它减速行驶，让它发现咱们，其实有可能好心办了坏事。你打开双闪灯，你再打开转向灯，后方的车辆根本看不到你要变道，那么是不是很容易发生事故呢？所以说咱们打开雾灯并不影响咱们的转向灯，这样可以有效的提示咱们后方的车辆去发现咱们，这样咱们的开车变道才会更加安全现在雨越下越大了，暴地再给大家说最后一条，啰嗦最后一条就是说雨天开车我们一定要时不时的点一下刹车。为啥说要时不时的点一下刹车呢？因为雨天开车咱们又知道，咱们的车经过水以后，咱们的这个轮会带一些水在咱们这个刹车盘上。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我们刹车盘上是有水的。我们轻点刹车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个刹车片捏入这个刹车盘，把刹车盘上的水给它刮掉，这样咱们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咱们也能第一时间停下，对不对？不会说因为刹车盘上有水而影响咱们行驶的一个刹车距离。并且咱们要知道，雨天开车本来路面上都是积水，本来咱们轮胎附着力就会降低，就会延长咱们的刹车距离。再因为刹车盘上有水，影响咱们的刹车距离，咱们开车会出现很多不可控的情况发生。你不要小看这一个细节，也许关键时刻真的能够帮到我们。那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分享给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暴地呢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闪离事故，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